好，各位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好，还有线上的同学们，大家也早上好。好，那我们今天呢，是就是今年度最后一次的徐医师在青年局的讲座青年局的讲座，所以呢就是很感谢，就是今天到现场来支持我们跟这个讲座的同学们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詹敏玲那我本身呢是一个家庭学科医师，那现在在基金会呢，我是担任教育长兼台北分会的主任那我也有在许医师的赛斯身心灵诊所看诊然后也有做1对1的咨询另外呢，我也在这个桃园的盛昌诊所看这个健保的门诊那如果有桃园区的同学有需要也是可以去找我看诊这样。好，那我们在台北分会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最熟悉的就是我们有免费的新园丁的陪谈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其实是就是真的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运用因为我们的新园丁们都为了这个被培训然后还有之后的督导，其实都是非常的认真然后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请大家跟台北分会这个申请新园丁的免费陪谈。那目前呢，我们有首次免费的3次的陪谈就是你不需要去诊所就可以申请到3次的免费陪谈。这一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应用那我们台北分会呢，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公益的课程，还有公益的讲座譬如说今天那各位也看，我刚刚说今天是许医师今年度最后一次的这个在青年局的讲座但是呢，这也是我们台北分会最后一次在青年局办的讲座我们在11月的时候就会回到中正纪念堂回到中正纪念堂，因为中正纪念堂的演艺厅目前已经整修完毕所以明年度的这个就是中正纪念堂的讲座，我们就会真的就回到中正纪念堂的演艺厅就是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但是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请大家，就是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就说因为中正纪念堂的场地费其实不便宜那现在因为它新整修场地之后呢它多了一个450万的大萤幕那个只要刮伤一小块的话它就需要赔那所以目前在这个演艺厅办活动，我们需要去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公共意外责任险，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场地费，又增加了公共意外责任险的支出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场地是比中正纪念堂便宜啦甚至也回到分会，可是我一直会觉得就是中正纪念堂的讲座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公益讲座的一个场地许医师在这一个中正纪念堂是从2003年吗？2001吗？2003，我记得好像查过2003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中正纪念堂的讲座已经维持就是22年，22年。那我也觉得，其实对我们赛斯基金会来说，我们每2个月一次在中正纪念堂办讲座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其实是就是非常标杆性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在中正纪念堂办讲座，然后呢也请同学们可以支持我们就是中正纪念堂的场地费的这个部分那应该说就是因为在基金会我们还是以公益推广为主虽然我们还是有一部分的收费课程但是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捐款支持我们那捐款的部分的话，各位不用多如果你可以每个月捐100块，我们也很感谢也很感谢那现在我们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同学是用这样每个月固定捐款的方式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很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那接下来是那个
主任心理师，你不是要介绍医学会，还是要等徐医师上来？好，都可以。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的题目呢是入戏出戏纠葛关系的解方。那我们常常呢，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其实我觉得通常最痛苦的都是什么？纠葛关系，对不对？但是在纠葛关系里面，之所以痛苦是为什么？入戏太深，入戏太深。所以呢，如果我们一直都入戏，但是呢，问题是我们到物质实相来做这一些学习跟体验，我们又不能不入戏，对吗？因为太出戏，我们就没有这个体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入戏之后呢，我们也要学习呢，在适当的时候出戏。然后让我们呢才不会陷到这一个纠葛关系的这个痛苦里面这么的难受。好，那我想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交给许医师。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许医师。好，等一下，许医师在喝水好，我刚刚还忘了讲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这个买书的优惠就是孩子没说，但父母该懂这一本书是我们这个月的新书然后还有再加上这个放松的心智这2本书呢，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是2本550元就是是低于这一个75折的价格请大家就是热烈选购我们要很感谢我们同学就是捐款赞助了这个部分的差价所以请大家如果还没有到现场然后想要买这2本书就欢迎赶快到现场来。这样好，谢谢我们的赞教育长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早安。好，来提醒大家，有手机的，麻烦请放到飞行模式或关静音。好，一样来，现在有直播吗？有直播。好，那我们很谢谢现场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身心灵讲座。那也谢谢全球线上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好，那我们还是先请罗娜来讲一下那现场同学不知道有没有报名我们今年的赛事大会今年的赛事大会一样在10月17、18是我们的荣誉村民工作坊。那18、19是我们的赛事大会那现在可能报名交通上已经没有办法。今年有包专列吗？今年有这个不是专列就是团体票。有团体票，但是没有火车的专列了那如果各位要过去的话，也可以自行前往。是自行前往。那你们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是如果这2天1夜假设是需要赛事村那边提供食物因为2天1夜我们的餐饮是包在里面，是免费的。如果需要我们提供这个部分的话，你就要事先报名。那如果在19号中午你要参加我们的办桌，我们的办桌的话，你也要事先报名。那如果你都没有事先报名，你还是可以自己带着三明治自己带着饭团在旁边跟我们一起同欢。那如果你也可以订旁边的民宿，或是住花莲你的亲友家或是你们自己开着这个露营车也可以在那边的公园，在那个场地自己来露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已经报名的同学，那我们就是来前往然后还没有报名的同学，那你们可以自行的前往。那如果要参加我们的这个餐饮的免费的提供，那你就要事先来报名，好不好？来，那有什么基金会的部分，或是有什么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的部分？各位现场的同学，还有这个视讯前面所有的伙伴们，大家早安。
那我是现任的营运长，也兼屏东分会的主任，我是罗娜。那非常开心，今天再次来到青年局哈。那刚刚许医师提到，我们最重要的是今年的10月大典，那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去欢庆这个大典，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次的大典。我们要见证一个拔地而起的赛事讲堂，好，那这个是已经我们盖了很多年，那今年呢我们很顺利的推动完成，那目前整个赛事讲堂的园区也在做一些这个生态的优化，那这个月许医师就会到赛事村。假设你想先见证，好，那这个月就跟许医师到赛事村。如果你的时间还排不出来，那10月一定要来。那刚刚许医师提到，可以露营哈，就我先抱歉一下，因为露营区就是未来我们的 BOT 案的小木屋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拆除，所以这一次。大概没有办法提供给各位露营了，但是你可以约附近的民宿。那现在花东地区的民宿，尤其是靠近我们凤林的民宿，据我知道，大概也是订到这个6、7成，快8成满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在这个月赶快哈。那因为我们许医师开始培训这个全球的身心灵志工，所以我知道这个海外各地还有我们这个台湾各地的赛事伙伴们，都已经陆续到队了哈，陆续参加。那至于交通的部分，刚刚许医师讲得很清楚了假设你有参加各分会的报名，那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坐团体火车票。好，那如果没有呢？我相信以赛事人的生气知道，一定也会订得到票，对不对？对。那另外今天有一个超好的消息哈，这是昨天跟许医师讨论过后，要赠送给所有热爱赛事人，只要你对 CD 有需要，我们全部赠送给你，因为。这个 CD 是我们推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我们想用一个吉祥物跟能量的方式，来赠送给全部的赛事们。那你单位的需求也可以，那你个人的需求也可以。那从今天起，假设你家里需要一个纪念墙，把这个赛事 CD 挂起来，那你就来跟各地分会，还有跟我们这个医学会来索取。我自己是觉得很兴奋，因为这个20几年来，这个 CD 从以前陪伴我这样南来北往，我大概车上会放一整套的 CD。那有的都已经听过又听，听过又听。当然后来车子改变了，没有放 CD player 但是我还是很舍不得把它拿下来，因为我觉得它放在车上就好像感觉它在守护我那这个概念呢，在我这20几年来一直都感受良深。所以昨天许医师一讲，我就讲。对啊，赛事们一起走过这么多的这个不容易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把 CD 赠送给大家，从今天开始，好不好？那大家尽量的跟我们的各地基金会来索取。那除了今天这一场这个，我讲到快没电了哈。那除了今天这一场公益讲座之外，我们9月12号在台中还有一场，在大东文教中心还有一场讲座，也希望大家来参加。那一场讲座呢，这个台中分会有这个募款送书。听说什么书都有那不止送书，加上今天的 CD， 所以那一天一定是会爆满大家赶快南来北往，我们台中见。好，谢谢大家。好，
谢谢罗娜营运长哈。好，那刚才这个詹医师在讲今天的活动，徐医师在下面就一整个傻眼哈，因为一般来讲大概只有中正纪念堂的演讲，徐医师会事先做一点小的笔记。因为应该是从2003年开始，我们开始在中正纪念堂办讲座。那因为是中正纪念堂嘛，我们稍微要比较用心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在追完修仙小说，追到一半，跟太太说不行，今天不能超过2点睡觉所以在1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一下今天要讲的题目，所以我就拿出我的手机，然后再拿出我的特别助理给我准备的行程表，那上面写9月7号星期天上午10点，地点中正纪念堂的演讲。医心医，用心医病，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解锁疾病的潜意识。然后我还不放心，因为以前被玩弄过几次，我说我又把手机拿出来再确定一次。不是，我们这个改题目是跟特助讨论过，特助那个原先的题目特助嫌弃我们呢。我又把手机拿出来确定一次，然后手机上面的题目也是解锁疾病的潜意识。就刚才这个赞美玲说今天的题目是出戏入戏纠葛关系的解方，我在下面就一整个傻眼。好，没关系。各位你看，徐医师真的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好，跟徐医师1分钟前才道知道，原来题目改了。好啦，好，那个我觉得改了题目应该对徐医师来说也没多大关系没有啦。好啦，那今天还是要介绍一本新书就是什么孩子不说，父母该懂那刚好也是配合今天的主题。那因为前几天我在讲这本书，那这本书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个特殊的地方是这本书它并不是从许医师的演讲当中去做整理，是许医师为了专门写这本书而写这本书的。好，那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写书有分 A、B、C 嘛。好 ，A 就是像比如说今天的讲座他们会请写手把今天讲座的内容精华的部分做整理，或是许医师在赛斯管顾或在基金会开课，如果一系列的课程，他们会把整个一个系列的课程做整理成一本书，像之前在新本分会讲生死学，后来就整理成一本书叫《起点也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好，那另外一种写就是像这样子，为了写这本书，那许医师就会专门找一个写手。那这本书的写手是我们大陆的一位同学，叫文霞。好，文霞其实很有趣，他是最早许医师的书在大陆的北京出版社。他最早是在大陆的北京，在北京出版社里面当编辑，所以最早是他在北京出版社把许医师的书编辑为简体版，然后开始在大陆推行。那后来文霞就到了深圳，那也办了深圳的户口，那也带着他女儿一起到深圳的麦田去当工作人员。那后来许医师就说，那我想写一本亲子身心灵教育的书，那来
解开很多亲子关系的纠葛，好，解开我们跟我们的原生家庭解开我们从小到大跟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的一个纠葛，到底怎么去解开这个纠葛？后来文霞就说他想来执笔，那我说没问题，那许医师就用1个月2次我就空出大概2个小时，然后我去用口述的部分，然后最后他才用文字录音把这本书整理出来。好，所以这本书我们现在正在跟大陆的一些出版社接洽，那台湾就先出版，因为许医师现在在台湾嘛，台湾就先出版。然后大陆那边正在跟几间出版社正在谈大陆的出版事宜。来，我们先为台湾先出版这件事鼓掌一下。好，那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来的。好，那另外一种书就是我自己亲自动笔，然后就是用稿纸，因为以前还没有这些文书啦哈，我也不会用什么 Excel 啦，什么 Cell 什么的哈，什么 Word 档哈，那东西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Word 档是一种食物吗 ？Excel 是一种饭团的名字吗？这种什么？说是就是这种甜点，是吧？跟提拉米苏是同样的东西吗？对，老板来一份 Excel， 再加一个 Cappuccino， 是这个概念吗？好，其实我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啦哈。那以前另一种写书，就是我自己一字一句写下来，但这件事已经超过20年没有发生。已经超过20年没有自己动笔写书那目前大概就是很多就是口述跟课程的内容的整理。好，所以刚讲到亲子关系的纠葛我先从一个临床的一个心理治疗的故事开始谈起好了。那天一个个案在跟我讲他的原生家庭讲他跟父母跟兄弟姐妹的纠葛，好像提到在小学比如说小3到小5，好，然后那时候好像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跟哥哥是同一个房间，他就跟我讲，有时候到早上醒过来，发现他的内衣内裤就不见了。早上醒过来，睡觉醒过来他就是没有穿衣服的在床上，或是有时候早上醒过来发现他的内衣内裤都被用剪刀剪开了。那后来当然就是知道是在高中阶段的哥哥，因为对性的好奇，对女性身体的好奇，那刚好妹妹这个就在身边嘛，然后可能年轻人也不懂事，小孩子也不懂事，对，然后这过程就发生了好多年，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也不敢跟父母讲，他说甚至有一次那比如说哥哥还可能给他100块，叫他含着哥哥的生殖器，那他含一下就觉得不对，就是觉得很恶心或不舒服，就跑去跟妈妈讲。那妈妈从那时候才把他跟哥哥房间分开。好，所以到他今天，他怎么去看待这个过去？那在许是很多的个案在告诉我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生命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个案告诉我的，他说，其实当时他后来回想起来，他并没有很怪这个哥哥，因为不懂事嘛，青春期嘛，好奇嘛，那旁边就有一个小女生嘛，对，但是有时候他们非常受伤的地方是，
当他把这件事跟父母说的时候，当然现在会比较好，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他第一个是先被责备，父母就是不管是非，先骂他一通。谁叫你不乖？这跟他不乖有什么关系？谁叫你怎么样？谁叫你平常爱跟哥哥吵架？那如果遇到重男轻女的家庭，或那个哥哥如果是长孙，妈妈就会接下来，有可能会威胁他一句话：你不要去跟别人讲。所以有时候在我们原生家庭这样的一个故事，不见得是事件本身对我们造成伤害，而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事件去跟长辈、跟父母说的时候，我们仿佛得到一件事：这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不好，甚至我还听有一些个案讲，长辈会这样责备他，上他们厉害小，各位。谁叫你这么小？普通话怎么讲？38。谁叫你这么不检点？应该不检点比较对。你看，就是你不检点，才会发生这种事。可是这跟他不检点有什么关系？甚至有时候父母会为了维护那个儿子，而警告他这件事你不准说出去。所以第一个会让个案觉得是我不检点吗？再来，这是不是我的错？第三个，他在内心种下一个扭曲的信念，这是脏的，这是脏的，性是不好的，性是不好的，它是丢脸的。同时可能对于身体，对于将来他的感情，甚至跟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起了很多的扭曲的这样的一种成长过程。所以当初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到底是怎么样的成长过程，怎么样的亲子互动的一个过程，会形塑我们长大之后的人格。那当然，以赛斯心法来讲，这并不代表全部，并不代表全部。我们受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这句话并没有错。可是，如果你要说人格，此生的这个性格，完全受原生家庭的形塑，这一点许医师是不同意的。因为我的父母很努力想要形塑我的个性，也从来没有成功过。有些父母，你想把你的孩子，教成冬瓜，他就变西瓜；教成南瓜，他就变番茄。所以也不一定是顺你的意。孩子有自己的先天气质，孩子有自己的灵魂蓝图，孩子有自己在精神性的基因跟我们的染色体当中也储存了他自己过去转世的记忆，甚至孩子在投胎之前也预先设定了他这一辈子所想呈现的个性是什么。他这一辈子在投胎之前，他并不是因为投胎到你们家，被家庭环境、被父母来决定他的性格，不是的。不是的，是孩子在投胎之前，他就已经预先设定了他这一辈子所想要呈现的性格是什么。那这个选择建立的基础是什么？是当他这一世投胎之后，他所要形塑的这个性格，要么就是他在过去转世当中他没有采用过这样的个性，要么就是他过去的性格当中，这个性格是他还没有发展出来的。对，就像刚才在跟那个赞美宁跑去哪里？
刚刚这是蔡明稍微在外面聊天一下，他老是要讲道理，他老是要讲知识，他老是要跟你讲规矩。可是这个社会有没有人不跟你讲道理的？有没有人不跟你讲规矩的？各位，有啊，谁跟你讲道理？没有人跟你讲道理的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一定蛮横不讲理，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是先讲感受，他是先讲感受。举例来讲，像台湾的北部，像台北一定是，台湾的北部一定是法理情。好，任何的吵架，你先告诉我有没有犯法，再告诉我有没有不合理，再来讲感受。对，然后中南部越往南部的越什么？情理法。先讲感觉啊，先讲，邻家的爸爸不爽嘛，您北送嘛，或是那个很倒霉的麻雀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对，先讲不舒服，先讲不爽嘛，然后再讲道理，最后再讲法律。来，北部人甚至有时候后面两个都不讲，直接先采取法律措施，对不对？是啊，所以很多时候沟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沟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是，好，所以我们在阿刚是讲什么？讲到这一点，赞美之前是讲什么？啊？受父母影响，人格是受家庭性格啦，你们还是没有人讲到。就是我们受我们的家庭环境所形塑的，我们的性格只是一部分。就你此生所采取的个性，事实上有一部分是在弥补你之前前世性格的不足。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鲁伯，在诗书的作者鲁伯，在这一世投胎之前，他在过去很多次转世，他通常采取两种性格，一种性格就是小心谨慎，安全为上，就是嫁给一个你觉得安全的、不会出轨的，而不是嫁给一个你喜欢的但是坏坏的。他的转世要么就是这种个性，谨慎、小心、自律、自我约束。他的转世另外一种性格就是跟着冲动，然后因为鲁伯累世是修行人嘛，可能有一些神通，可能有一些超感官知觉，当过灵媒，当过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另一种转世就是非常的豪放，非常的任性，非常的率性而为，而几乎没有在理性自我约束上面有任何的刹车。那他透过这两类的转世，一类是学会自制、自律 （self-discipline）， 自我节制、自我约束；另一种转世就是把刹车拿掉，尽可能的去冲、去撞墙，尽可能的打开所有他内在生命的能量，他不想做任何的约束。各位，后来在鲁伯的最后一次轮回当中，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他决定把他过去所有这两类的转世的性格同时放在这一世。所以鲁伯这一次的转世的性格有一个部分是非常自律，比如说当他在要写书的时候，他会坐在书桌前面8个小时，只是为了写一首诗，只是为了写他的书。他非常的自律，所有他写出来的东西，他的文字，他会不断的去斟酌，不断的去再三的检验。所以他也选择了一个
非常自律的先生。各位，那自律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木头，没有乐趣，不好玩。他选择了一个非常自律的先生，因为选择了一个这样先生来压制他过去过度的狂放、过度的狂野、过度的肆无忌惮的那样的性格。好，所以刚刚讲他这一世选择了一个高度自律的性格，但是他也选择了一个在情绪上歇斯底里的妈妈，跟在行为上毫不负责任、不养家、到处交女朋友、结了婚又离婚，或是根本没有结婚，就抛下他在美国四处酒吧的一个爸爸。他选择了一个在情绪上非常歇斯底里、不负责任，在年纪轻轻就罹患了类风湿关节炎的妈妈。他选择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所以他成长过程当中，爸爸根本就不在身边。爸爸既没有养这个家，也没有对他妈妈负起责任。他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人当他这一辈子的父母亲？各位，因为这就是之前的他，这就是之前转世的他。所以有时候你选择你的父母亲是来做反向教材的，因为你这一世决定你不要犯过去转世的错误，你这一世你不要犯你过去转世的错误，所以你这一世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个性。可是当你选择截然不同的个性，你还是会担心，所以你会选择了你的父母亲或兄弟姐妹来代表你前世的自己，来代表你害怕你又变回那个个性。是啊，来作为你的反向教材。那因为鲁伯这一世决定要把这两种个性放在一起，所以他在他的家庭跟亲情关系当中，同时选择了这两类的人。刚讲一类的就是像他先生，他先生非常无趣，非常自律，思虑很多，却不敢采取行动。他选择了他的爸爸，不负责任，不养太太，不养小孩，到处鬼混。他选择了他的妈妈，情绪上的歇斯底里，情绪上的恣意妄为，甚至这个妈妈对女儿口不择言，都是因为生了你，我才生病的。要不是为了养你，我也不会生这个病。你真是扫把星，生到你才衰啦！对，生到你才衰啦！带赛，害妈妈得类风湿关节炎，我来才衰，生到你这查某囝，你把死死的好，没路用。各位，他选择这个妈妈，精神暴力来折磨他。当然，某一部分是跟前世的因缘有关，因为他这个妈妈在某一个前世被他宰了，对，所以这跟前世的因缘有关。可是同时，另外一个目的是，他也选择了一个在这么情绪高涨、歇斯底里的妈妈，来提醒自己什么？我不要跟他一样，我不要跟他一样。各位，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选择了一个父母亲，你不要跟他一样，后来为什么不知不觉你又跟他一样？各位，这就是业障，业障知道哈？因为你就是为了不跟他一样，你才选择他当父母亲。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样？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不想跟他一样？因为你就是跟他一样啊。你跟他一样，但你不想跟他一样，对不对？各
位，你努力追求什么，可能就是因为你缺乏什么啊。你努力追求什么，就是因为你缺乏什么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钱的人是最匮乏的，穷的人是最富有的。这样各位有没有开心？有没有开心到？完全没有，对不对？这就对了。对，你匮乏什么，你才会想要追求什么啊？是啊，所以这辈子没脑子的糖宝宝，就是因为你以前太过度的使用脑袋了，这辈子决定要让自己变糖宝宝，让脑袋怎么样？休息一下，放空，各位放个空，放空一辈子再说，等下辈子，再恢复脑子。所以各位这一辈子脑子不好使的人不要难过，好不好？这辈子脑子有洞，会进水进风的，各位不要难过，你只是在什么？放空跟短暂的休息，好不好？好，我们再回到，所以刚刚讲，人格在事先选择了他的父母亲，也在事先选择了他这一世想被形塑的性格。所以各位，你的性格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你先天为自己选择的，叫先天气质；你的性格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从小到大在你的环境当中，在后天你被你的环境被你的父母所影响的。但是各位，其实要跟各位讲个实话，你在后天环境你受到你的父母跟出生环境影响的部分，其实它只是外在的诱因跟导引，你的真正的性格其实不是，就是你真正的性格并不受到你原生家庭的限制，你真正的性格其实并不受到你亲子关系的限制，除非你认为你是。因为我们目前心理学的理论太肤浅了，目前心理学的理论，各位太肤浅了，肤浅到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对，他过度强调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性格的影响，他过度强调人受到儿时成长过程的影响。来，赛斯心法为什么是解脱？因为连你的儿时环境都是你事先选择共同参与的。你不要说儿童没有力量啊，对，比如说像我们家4个小孩，我父母生4个小孩嘛，对，在小时候，对，我们的家庭是被我们的父母所主导的。可是丽娜应该记得，我们家4个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许医师突然有一个念头，家不是你们决定的，我们也是家庭成员呢，我们对这个家也是有影响力的哦。小时候我们还小也就算了，现在我们慢慢长大了，还任由你们乱来吗？你们就是那个爸爸跟妈妈啦。我们现在长大了，还任由你们乱来吗？比如说小时候父母可能恣意妄为的在孩子面前吵架，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孩子长大了，开始跟他们说，要吵回房间吵哦，客厅是公共空间哦，你的老外大哦，我来讲，对啊，而且父母可能是恣意妄为哦，对，因为觉得这个家是父母做主的。可是当我们家4个孩子慢慢长大了，各位，孩子长大了没有哦？开始参与这个家的决策了哦，改变这个家的能量了哦，各位，然后开始告诉父母亲，家不是你们说了算哦，家要共同来决定哦，我们孩子也有自己慢慢自己的想法哦，要吵回房间吵哦，还有要动手，对不起，你可以动手吗？对不对？当妈妈有时候太过分，言语这个歇斯底里的时候，许廖玉芝不要太过分哦。
血料预知，注意一下形象哦，啊，各位，孩子慢慢长大了，甚至孩子在社会上也许开始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了。爸爸妈妈，你们自己是不是也不能让孩子太丢脸了？你的孩子在公司做一个主管，你父母亲程度这么 low， 你不用去念点书吗？你配得上你的孩子吗？你孩子在学习跟成长，你配得起你的孩子吗？我就跟我妈说，你不用去成长哦。你的孩子在长大，慢慢有知识了，慢慢开始看到这个世界了，慢慢眼界更宽广了。你父母亲还要这么 low 吗？你父母亲不用与时俱进吗？你当什么父母亲？你还觉得你凭着过去的权威，过去当爸爸妈妈的这个威压就可以血脉威压哦？各位，没有血脉威压这件事了。所以父母亲要不要跟着孩子成长而成长？父母亲要不要随着孩子的眼界更宽，而自己要学习？是啊，所以后来当我们家4个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开始带我们的父母亲成长。让妈妈去念补校，告诉妈妈你不要太嚣张哦，去念英文。对，像我现在也逼我大姐要去上社大，她今天没有来我一样修理她。对啊，你当大姐的，你一直这么 low 可以吗？对不对？你的弟弟妹妹都在成长了。是啊，好，你可以说早年你为这个家牺牲，那现在呢？你现在呢？你的孩子都有知识了，都慢慢成长了，你父母亲还在那边龟缩哦。对啊，所以我爸爸晚年的时候，我就想你要学习呀。有一次我爸爸跟我开玩笑，学什么学啦？弄个土地较紧啦，果然不久就弄个土地去啊。对啊，那时候我爸爸往生之前，有一次我跟他在晚上深谈，我说爸，你要成长啊，你要打开很多的限制性信念呐。我爸就说，我老啊，这困难。对，后来2天就走了，2天就走了。好，所以各位，当你们自己，因为孩子越长大，孩子的知识越丰富，孩子见过这个世界，父母会开始自卑。你会觉得你配不上你的孩子，可是你从来不敢讲。孩子在跟你讲的东西，你根本就听不懂，难怪你的孩子慢慢看不起你啊！难怪你的孩子慢慢鄙视你啊！可是孩子不是真的看不起你，他是觉得为什么你不成长？为什么你不改变？但父母亲有时候他说不出口，各位知道吗？因为那个形象跟框架。来，所以父母亲要不要学习跟成长？是啊。有一次我就跟我妈说：“妈，你不要老是觉得我看不起你，但是我真的是看不起你也没有错。但是我看不起你的不是你没有学问，是你缺乏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热忱，是你不想成长了，你只想维持你过去的框架。你点了没用那些老部会的形象的啊？好，我妈的名言是什么？我是对的，我当然是你妈；我是错的，我是你妈，我也是对的。拢你丢的丢啊，哪有这个道理？对啊。有一次我跟我妈吵架，我就说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你儿子我是错的也是对的，你儿子我是对的，当然就更对。好，我妈气得要死，就开始追打我，我就让她追。好，各位那个桌子要买大一点，有没有？叫妈妈追着要打你的时候，你就跑得掉。来呀来呀，训练她的那个什么，那个有氧运动嘛。来啊，追我啊，然后顺便练那个什么超慢跑，对，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好，所以刚跟各位讲，当你的孩子慢慢长大，父母开始自卑，你懂的东西过期了，
你没有成长，你没有与日俱进，所以很多的亲子冲突就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你只想停留在过去你所知道的，你没有把自己放低身段，你没有把自己当一个学习者。来，我们给高丽文鼓掌一下。你看，来，高董今年几岁了？83，人家83岁，上学士的课上20-30年，各位，给他鼓掌。哎，是不是？然后今年还要去赛斯村参加活动。好，最后儿子说啊，我妈妈跟你说要去，到时候也不一定真的能去哈。对，但是过几天又改变了。好，刚讲出戏入戏，所有亲情的纠葛。来，各位，当然你们知道，赛斯的学习也好，身心灵的学习也好，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上你所能听到的那些肤浅的东西。如果我讲的东西，这个世界谁能讲得出来，就让他去讲就好了。所有在痴心法的学习，许医师的演讲当中，能讲出来的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的东西，否则我讲干什么？各位，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能够学到这些东西，你到其他地方去学。先讲个笑话。好，有一个我们诊所的实习心理师，硕士心理师，好，在诊所兼职实习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选了外面的机构做他全职实习。对，全职实习几个月之后他就受不了了。各位，曾经沧海难为水啊，除却巫山不是云啊。当你尝过全世界最美好的爱情的滋味，你有可能再回去喝那个，接受那些不上道的东西吗？接受那些肤浅的心理学的训练吗？接受那些没什么用的心理治疗的知识吗？各位，对不起，那些知识再丰富没什么用。好，许是做心理治疗，许是推广赛斯心法，我没有在管它好跟不好，它就是有用，它就是有用。是啊。来，先跟各位讲，什么叫出戏入戏，什么叫化解纠葛关系。第一部分，当我们的内我，我们的意识或灵魂在开创出物质实相的时候，开创出这个界，界就是层面，叫物质实相界。物质实相界，当所有的意识，鸟的意识、树的意识、鱼的意识、人类的意识，共同想开创出物质实相的时候，不会全部的意识都进来参与轮回，不会全部的意识都把自己具象化、物质化。各位，当某一群意识要开创出一个界、一个层面，他们要进到这个界里面，进入时空当中，然后进入肉体，甚至在地球的时空，我们的成长的游戏规则叫轮回转世，不会全部的心灵都进去，因为全部的心灵都进去，你就会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各位，不会全部的心灵都进来轮回，也不会全部的心灵都采取肉身的形式，就是有一部分你的心灵，它会始终在地球的轨道上面。如果做这个比喻，它始终保持一个观察者，它始终保持一个觉知者。来，各位，意思是什么？参与轮回转世，参与投胎到你的原生家庭，选择你这一世的父母亲的你，其实只是你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的你。来，各位，简单来讲，许是打个比喻，今天如果有一个太空船要去探索一个太空中的行星，会全部的人都降落到地面去吗？不会，一定有一个在外面怎么样
绕着那个星球外面转，建立一个太空站。因为全部下去的人，万一全部都迷失了怎么办？万一全部都被怪兽吃掉了怎么办？所以一定会有一部分留守在外面。来，各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的意识当中一定有一部分的你没有进入轮回，没有进入地球这个物质系统，那就是你的觉知的能力的来源。那一部分的你永远知道，你只是来参与地球的轮回转世。那一部分的你永远知道，我们所有人的意识开拓出这个空间，让我们来成为人类，让我们来学习跟成长。可是我们有一部分的自己始终保持在外面，始终带着觉知。各位，就像观察员一样，就像一出戏里面，不会所有的人都下去当演员，一定有一些人当观察员，以便提醒入戏太深的自己。各位，以便当你入戏太深，沉迷在轮回转世的爱恨纠葛当中，他会提醒你：某某人转世是一场神圣的教育剧。你不要过度沉迷在世间的爱恨纠葛，他会提醒你，原来时间跟空间也是意识开拓出来的一个游戏规则跟幻象。而当今天你身为男性跟女性，当你今天身为一个爸爸或妈妈或子女，你会迷失在你的身份，迷失在你的角色里面，迷失在你觉得你几岁。你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沉迷的太深，或沉迷在你的感情或亲情，而在当中开始有了爱恨纠葛。好，但是徐师还是要讲，所有的爱恨纠葛，所有你来投胎，所有你生而为人具有这个肉体，都是有其目的。它都是为了心灵的成长，为了你的学习如何创造实相，学习如何把意念建构为你的 personal reality。所以物质宇宙是以意念为架构建构而成的，你的一生是以你的生命蓝图，以信念，以你的先天气质架构为你一生的生命故事。可是当你一进入投胎的时候，你什么都忘光光了，你忘记了。你忘记你是谁来投胎的，你忘记你来投胎干嘛的，你忘记你这一辈子为什么要来念法律，为什么念法律念痛苦的要死。所以于是当你遭遇到痛苦，在你在爱恨纠葛当中，你开始问我是谁，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各位，然后你开始去问，我真的是一个人类的身份而已吗？还是人类的身份是我所学习的一个采取的扮相？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就是一个具有肉体的生物，从出生到死亡，死亡之后就毁灭了吗？还是我所有在人世间的一切，其实是我的灵魂的一个锻炼跟选择？原来我来这个世界，原来我有爸爸有妈妈有兄弟姐妹，都是为了让我来学习跟成长，都是为了让我来认识我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而如果没有这些过程，我怎么知道我是谁？各位，就是如果你是个伟大的画家，你这辈子从来没有画出过一幅画，你怎么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来，一个伟大的画家是他本身伟大，还是他画的画是伟大的？一个伟大的画家，最后是他的画很值钱，还是这个画家很值钱？来，各位，那这个画家打算画下一幅画，他打算画一个什么样风格的画？抽象画、印象派的画、写实画、水彩画、油画，各位，你的本体就像一个画家，你的每一世就像这幅画家的一个作品，而灵魂借由每一次的转世，各位，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其他转世的自己跟你个性会很像，他甚至会180度的不同。就像一个画家，
他的这一幅画跟下一幅画有没有画风完全不一样？他的笔触、他的风格有没有完全不同？有啊。他可能本来是个写实派的画家，可能到了他某一个岁数，他完全改成印象画，完全改成抽象画。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一世的个性就代表你全部转世的个性，没有的。通常你会在两个极端当中摸索。如果你这一辈子小心谨慎，那么一定是某一些前世你根本从来不用脑子。在某一些前世当中，你完全不用脑子，你完全也不想用脑子。可是因为我刚刚讲一个画家，跟他这一辈子画的每一幅画，来形容各位的每一个转世跟你真正的关系。你的每一个转世，就像你灵魂的一幅画作。你现在在这一幅画里面，可是谁在画你呢？你一生的故事从哪里来？到底你是谁？好，所以徐师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当你来投胎，你陷入许多爱恨纠葛的关系里面。来，各位，请问在亲情、友情、爱情有没有很多的爱恨纠葛？有啊，有啊。好像那一天啊，上礼拜吧，好，我们这个高中1年级的群组，虽然有几个同学啊说要大家聚一聚，好，来正式的同学会没有开成，就开了一个非正式的，好，到那个大稻埕的啊那个河边站，好，然后就6、7个同学，好，在那边，好，同学叫个烧烤啦，啊，同学喝个啤酒啦，好，然后我一到那边，好，因为我大概已经好将近40年没有见过同学了，高中1年级的同学，然后我到那边我就先对名字跟人，啊，你是王小明啊，你是王小明，哦，你是蔡小虎，哦，蔡小虎你怎么这样子？我就开始拿名单对人，各位很不礼貌啊，但是，好，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起高中岁月的我，对，然后慢慢。同学们现在的样子跟高中时代的样子，那个影像就开始重合了，就同时在一个当下的时刻，去感受到过去的那些状态，两个时空开始重合了，各位。就好像有时候你在某些生命的片段，你的儿时记忆，你的成长过程会浮现出来。在某一些现在的片刻，当你静下心来，我常讲很好笑。如果你是开小学同学会，通常你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会有点变成像小朋友的自己。你们开国中同学会，你就会变成国中时候的自己。如果你开的是大学同学会，大概你就回到大学时代的自己，对不对？所以不同阶段的同学会，因为这是我们高中1年级嘛，高中1年级还没有分那个类组，所以有些同学在大公司当财务长，一个同学在台积电做了19年，然后2个同学在大学当教授，对。然后可能有一个同学在当病理科医生，一个同学在当整形科医生，好，就那个类别就多了。好，那像我国中同学，有的在开轮胎行，有的在开公司。好，那我大学同学当然几乎大部分都在当医生嘛。好，所以就会看到那个不同，很有趣。好，那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在讲我们内在的情绪感受。我们在这一辈子，你跟你父母亲，来回想起你跟你父母亲的互动，回想起你跟兄弟姐妹的互动，回
回想你此生你谈过的每一场恋爱，跟你现在的亲密关系，来，这些东西背后的爱恨纠葛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些爱恨纠葛？这些爱恨纠葛的目的是什么？是啊，像我跟我自己父母亲的纠葛，跟兄弟姐妹的纠葛，对不对？这些爱恨纠葛是怎么来的？来，今天许医师要好好的跟各位分享这个东西。来，各位，这些爱恨纠葛都是人生的一场神圣的教育剧，这是一场戏，所有你跟你的亲人都是这场戏里面的演员。重点是演员为什么来演这场戏？他为什么要进入这些爱恨纠葛？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体验你这一辈子的生命故事？为什么你要来当人？为什么你要从出生到死亡走这一招？赞美你为什么要认识我？好，罗娜，你为什么要有2个小孩？然后这边儿子又打算生第二个，要生第2个小孩是吧？是在想哈，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些过程？你们为什么要跟人建立关系？为什么你要有父母，要有小孩，要有兄弟姐妹？为什么你要有朋友？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来，各位，再回到许医师刚讲，好，如果沿着各位刚才许医师的比喻，来进入地球这个系统，来进入轮回转世，只是部分的你，不是全部的你。来，我刚讲过了。当开拓出一个时空，开拓出一方宇宙的时候，不会全部的意识都进入，因为他在这个宇宙里面他会迷失，他会入戏太深，一定有一部分的自己保持在外面，当一个觉知者，当一个觉察者，以便当你入戏太深，陷在人生的喜怒哀乐、痛苦不自知的时候，把你拉出来，把你拉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意识层面本来就包含了出世跟入世这2个成分。所以有时候当你是一个妈妈，你会觉得我是一个妈妈吗？我怎么会是一个妈妈呢？好，比如说有时候我是儿子，我是我父母的儿子吗？我真的是你们的儿子吗？还是其实这是一场戏？我真的是你们的儿子吗？还是这场戏当中，我当下来呈现你们儿子的这个身份？就按照这个比喻，现在入世的你是在地球的表面，假设有一个你是在外面的轨道上看着在地球表面的你，那个你是谁？那个觉知的你是谁？那个在时间空间的外面，那个看着你在地球演出一出出的轮回转世的戏剧的那个内在的你是谁？来，我再回到你这一辈子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亲情关系，你的每一次转世的父母亲，每一次转世的亲人与爱人，这一出又一出的戏，这画家一幅又一幅的画，给了画家一个什么样的启发？来，我再回到画家跟他的画的关系。来，每一幅画是不是都是这个画家的心血？每一幅画是不是都是这个画家的骄傲？那画家等于他的画吗？那画家又从他画画的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来，大家知道许医师偶尔会提笔画一些东西。好，那一本什么小苹果是吧？好，小苹果那个画册是我画的。好，每次当我提起画笔，在这个画布上开始作画的时候，对，刚开始我都是带着好奇跟兴奋，可是当我画到1/3、2/3的时候，我充满挫折，怎么画这么烂？怎么画这么烂？对，好，我的情绪
我的思维不断的在我跟那一幅画作当中来回的交流。这个苹果怎么画得像橘子？这个苹果怎么到底是小苹果还是烂苹果？对，这苹果怎么越画越糟糕？对，这朵乌云，怎么越画越丑？然后当我画到1/3，画到一半的时候，我都好想把画撕掉，我都好想放弃哦。各位，就好像你现在在面对人生的心情一样。接下来怎么画？我人生的下一阶段是什么？我接下来是要养老，还是每天爬山要健康？我接下来要干嘛？当我在作画的时候，我开始沮丧，我开始愤怒，怎么画这么不好？跟我刚要开始画的时候，我脑袋的想象都不一样啊。可是这时候我都压制住一个冲动，不想画下去的冲动，想把这幅画撕掉的冲动。我怎么到现在都还赚不到钱，还负债累累，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像撕掉一幅画一样，把我不喜欢的人生结束掉？我怎么会跟我的孩子关系这么糟糕？对，我怎么会跟我孩子关系这么糟糕？为什么我孩子什么话都不跟我讲？我最近才处理一个个案，因为家里分家产的关系，儿子跟妈妈反目成仇，然后因为儿子后来又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干涉他的儿子他们家的财产不公平，结果我的妈妈气得要死。你们都还没有结婚，你女朋友凭什么干涉我们家的财产的分配？是啊。好，所以我刚讲，在你人生的某些阶段，你很愤怒，你很沮丧，你想把这幅画撕掉，你不想画下去了。为什么你的亲子关系，为什么你的亲密关系搞得这么糟糕？甚至你走到目前人生阶段，你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之前提到，其实许医师前几个礼拜有点小小的忧郁跟沮丧，小小的忧郁跟沮丧。那个忧郁跟沮丧有点像是所有世俗的一切，几乎也都完成的差不多了，就只剩妈妈还没有走。那房价好的时候不走，现在房价又不好，又恢复健康。因为有时候我会偷偷这样想，因为我爸妈后来住的房子是我买给他们住的嘛，对。那当初买给他们住的时候，那到现在如果卖出去，这个房价就涨了嘛。所以我觉得孝顺人还是有福气啦。所以各位有机会还是要孝顺一点。孝顺还是有福气。爸妈住的房子我买的嘛。前阵子不是房价很好吗？那我妈那时候身体就不好，我就在想妈妈走了我这个房子就可以卖掉，我手上就多笔现金。虽然也不缺这个现金，但是想一想就觉得很开心。那我妈也很配合，就骨头就断掉，然后也住进加护病房，几乎就发病危通知。可是就不配合啊，现在就慢慢又恢复了。我那时候还跟那个房仲说我可能过一阵子有个房子要委托你哦。各位这话都讲出去了，妈妈又越来越健康，这很沮丧。好了，这是笑话。对，就觉得自己的人生，该结婚也结婚了，该生不出小孩，也不想有小孩了。然后这么多年也一直都在学习或推广。那接下来呢？
我就跟我太太说，有点沮丧有点这幅画不知道怎么画下去。那我是因为这幅画相对上已经画的还不错了。那各位当然你的画就画的乱七八糟，很想把它撕掉的概念。对，可是又走到今天，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就要开始破题了。要开始破题了。这个画家借由他画出一幅又一幅的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画家成就了他所画的画，还是画家所画的画成就了这个画家？当然，卖出去赚钱的是这些画，但是到底最后有价值的这些画，还是画出这些画的画家？来，就像是这本书有价值，还是写出这本书的许医师有价值？还是两个的价值相互映辉？来，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来，各位 ，look at me， attention。所有你在这一辈子，你出生为一个人，你身为一个儿子或父母亲或兄弟姐妹，都是为了来成就你。你所有的爱恨纠葛，都是幻象，都像一场梦，但这场梦都是为了来成就你，就像画家画出的画来成就这个画家一样。就像《哈利波特》的作者是谁？那个 J.K. 罗琳。J.K. 罗琳写出的书《哈利波特》这一系列的书，或拍成电影，来成就了 J.K. 罗琳这个人。他借由他的作品成就了他。来，各位，你借由这一辈子来当人，你借由这一辈子现在所有你的喜怒哀乐跟痛苦，来成就谁？成就你跟你的心灵。最后你会结束你的轮回，最后你的肉体会拿去埋在土里或烧掉。各位，你们最后所有人的下场都是死路一条。成就了什么？所以今天许医师的题目在于，我要求各位从这个角度回来看你跟父母的关系。你选择的父母不是来让你被精神虐待，你选择这个原生家庭不是让你在小时候被猥亵，家里穷让你自卑。你选择这个原生家庭是来成就你什么？对，比如说我选择了建老师当我哥哥，对，那个去出家没卵用的哥哥。对，卵为什么没有用？卵很有用啊。没有受精的可以当鸡蛋，受精的可以孵小鸡啊。为什么说没卵用？对啊，他是来成就我什么？你借由一个不负责任酗酒的爸爸要成就你什么？你借由一个会对你精神暴力、不爱你的先生成就你什么？你借由一个不爱做家事、歇斯底里的太太要成就你什么？各位，甚至许医师的很多个案，比如说小孩子有精神疾病，我最近才辅导一个女儿高2，高1升高2，癌症死掉了。我问了一句话：她来当你的大女儿，来得到癌症，而在上个月往生了，你觉得你的女儿来成就你什么？她的先生在今年4月大肠癌往生。我说你先生来当你先生，你先生今年4月往生，你大女儿在今年8月往生，你的二女儿在出生2个月的时候，糖宝宝，白血病往生。你觉得这几个人的往生要来成就你什么？各位，然后你这一辈子的个性懦弱胆小，你这一辈子的个性冲动大胆，你这一辈子的个性积极进取或负向，或每天都在纠结，
因为你每天都在听周杰伦的歌。各位听了之后，听说更纠结是吧？我本来的目的是要各位化解纠结，化解纠结要怎么样？听周杰伦的歌，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对不对？就听说有些人觉得他咬字不清楚，听完之后更纠结了。这是个人问题，好不好？来，你选择这一辈子的个性要成就你什么？比如说，徐师选择了一个农村出来的、家境贫困的家庭，我要成就我什么？我选择了我现在的太太，我选择我的兄弟姐妹，要成就我什么？我选择了我这一辈子的性格，要成就我什么？所以各位，所有你的这一辈子的每一件事情，你发生的每一件人生的故事。那些同学讲个笑话，当我把我自己人生的故事告诉各位，其实我的人生的故事对我而言是事故。你生命的故事就变成人家听到的什么故事？所以当我把我生命的事故跟各位分享，就变成我人生的故事。那当然就要有事故啊。好，你人生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成就你的无上的生命经验。你的出生是有意义的，你的死亡是有意义的，你的忧郁是有意义的，你的得癌症是有意义的，你爸爸妈妈的不爱你，你们家的重男轻女是有意义的。各位，你的从生到死，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都是你淬炼出你来轮回转世，你的灵魂最后如何把这些所有的生命经验、生命的故事、生命的事故提炼为灵魂的智慧，提炼为灵魂的提升，提炼为最后在身心灵的领域里面，你如何成就你自己。所以最近许医师的转型在于，比如说大家知道许医师推广赛斯30年，我当医生，我接触赛斯将近40年。许医师当医生，从1995到现在满30年，满30年。现在我的生命的转折，跟我想带领各位的是，如何把你所有过去的转世，包含你所有累生累世的原生家庭，包含你所有过去累生累世跟你父母的关系，包含所有你过去所选择的每一个性格面向的自己，以及你这一辈子所选择的你的性格。来，你的性格是你选的。像我们家4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我父母的性格也完全不同。你所选择这个性格，包含你这一辈子跟你周遭人的爱恨纠葛，包含你所有碰到你生命的瓶颈，你相遇的每一个人是来成就你什么？当你转而向内淬炼出这些生命经验，当你转而向内开始看到这些东西对你的意义，各位，你开始走上开悟解脱的道路。所以今天许医师不会只是一个治疗师，治疗你的原生家庭，治疗你跟父母的痛苦，包括学姐有些个案是养女，从小被收养。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命故事？想淬炼你什么？到最后你可以养父母那边也不亲，亲生父母也不亲，或是你可以重新去建构你跟亲生父母的关系，也去探索你跟养父母的关系。你建立这样的生命故事，是为了满足这个画家什么样的创造的欲望，而这个画家又从他的画作当中得到什么收获？来，我继续讲我画的比喻。当我画到一半，画到1/3的时候，其实我很挫折，很沮丧。那我跑去跟我太太说：“画这么烂怎么办？画不下去。”我太太就跟我说：“还没有走完呢，还没有画完呢。”我说：“对哈，对哈。”好，我就又拿起画笔开始继续画。这时候不要叫我吃饭，不要叫我喝水，好，因为我进入心理时间的状态。所以画到后来，怎么越画越满意？画到后来，开始那个喜悦之情出现了。画到后来怎么？这幅画是谁画的？
那个人好仰慕他哦，那就到镜子看一下自己，我仰慕你。对呀，本来他好讨厌自己，好讨厌这一幅画，我怎么把自己人生搞成这样？我怎么画出这么烂的画？我怎么会把我的亲情、爱情，把我的孩子搞成这样？好，以至于孩子跟你说：“我今天会这样，都是你害的。”对不对？好，我今天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因为你害的。我今天之所以不信任男人，就是小时候你跟爸爸一起吵架，然后从小告诉我，男人不是好东西。对啊，等到后来，当你把这幅画画完的时候，你觉得是谁呀？画的还不错呢，还不错呢。可是各位自以为不错，可能是妄想嘛，可能是妄念嘛。后来给出版社的那个总编辑嘉颖看，嘉颖说可以出书可以出书好，各位，嘉颖这个人就是机车，你知道，挑剔又机车。好，各位这种学中文的有没有？挑剔又机车。后来嘉颖说许是这个可以出画册不出那个什么绘本我说 really 啊？各位，后来就出了小苹果那本画册。好，我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出戏入戏，纠葛关系的解方。来，大家知道许医师这30-40年深入赛斯心法，讲解赛斯心法，以赛斯心法引导各位创造健康，创造丰盛，创造喜悦。各位，这是许医师过去20-30年所做的事情。好，包括我们的心灵驿站，来，请上来。好，各位，然后我把我的姐姐也奉献出来。你怎么可以只当我姐姐呢？各位，浪费人才啊！对，好，建了师跟许玉华那是没救的啊。不，我还是会尽量救他们啊。那你来当我姐姐，各位，不能只有当姐姐啊。我还是要提升你跟淬炼你啊，我还是要把你带到三思心法的学习呀，不然你就是来当我姐姐，过着平凡的一生。那你为什么要有这个弟弟？你为什么要有这个弟弟？你为什么要许医师这个老师？对不对？既然我是你弟弟，就胜利衰啊！你不用走上赛斯这条路吗？你不用开始以赛斯这样的一个智慧来看你的转世吗？你不用超度你自己吗？最后你不用开悟解脱吗？你不用从你的跟女儿的关系慢慢解脱你自己吗？慢慢最后把你女儿带上一个健康快乐的道路吗？所以各位，所以接下来许医师不会只是引导各位创造健康、创造丰盛、创造喜悦，我不会只做这件事了。我会开始引导各位在创造健康、创造丰盛、创造喜悦，最后把所有这些你的转世，所有这些你的世俗，包括你这一生的跟原生家庭所有的爱恨纠葛提炼，变成你灵魂的智慧、你的开悟、你的解脱，而了悟到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心灵的学习跟成长。各位，最后回到我们的本质，从一个画家所有画画的过程当中，最后淬炼了这个画家，提升了这个画家。画家从他的每一幅画当中更认识自己，更认识自己是谁。你的画就是你，你就是你的画。你的每一次转世，它代表了你，它也不是你。最后，你的每一次转世，包含你这一辈子的你的这个死人个性。既然各位请知吧，你如何看到你这辈子的死人个性？你的执着、你的恐惧、你的担心、你的愤怒，然后从这个部分再去提炼，看到你真正的灵魂是什么，你真正的开悟解脱是什么，然后从入戏到出戏，经过入戏之后的出戏不一样了。你的灵魂经过这一系列的轮回转世，
经过这2、3千年的轮回转世，当你再回到你的本我，你不一样了。就像那个日本的文学家叫什么？不是村上康成，另外一个村上春树。村上春树，走进风暴中的人，走进风暴，跟最后离开风暴的，不是同一个人的。所以学校跟各位讲，在没有进入轮回、没有进入物质实相的你，没有进入此生，你所长受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爱恨纠葛的你，跟有一天你现在在学习赛斯心法，有一天当你走出轮回，走出你此生的生命，不会是同一个你。你价值完成了，你丰富了你的灵魂的生命经验。是啊，好，就像丽娜，好，除了是我家庭中的姐姐之外，我刚讲，你为什么要有这个弟弟？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弟弟？这暗含了你生命什么样的未来？好，那丽娜现在是负责这个台湾身心灵全能健康医学会，好，那目前在做心灵驿站的部分。他怎么样从他赛斯心法的学习，从他55岁再去念研究所，再去重新建构自己的人生。那他的前半生，就像学师刚才讲画画那个比喻，有没有？很想把那一幅画撕掉，顺便把自己也撕掉。他怎么样淬炼出他生命的历程，然后怎么样现在用心灵驿站在帮助很多人，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有这个弟弟的意义哈。其实我也很想把那个画撕掉哈，包括那个所有的原生家庭的关系啦、兄弟姐妹的关系撕掉，因为刚开始接触这样的弟弟，其实他跟我同一个家很辛苦啦，庭，但他很辛惨，苦，因为我们家重男轻女，那我又可爱，对，那他很辛苦。来继续说。好，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到生命陷落的那个，真的很想把画撕掉。可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哈，就回到亲子关系，我的2个孩子出了问题。身为妈妈，我没有办法把他们也撕掉。一个孩子拒学7年，一个孩子拒学5年。那学师辅导过的孩子，最长拒学9年。9年，对，来。所以从亲子关系的纠葛，让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放弃。所以就很想撕掉，但是没办法撕掉。那因着有这个弟弟，就好吧，那我们就定住学习，试试看，如果我不放弃，人生会有什么变化？就是那个画笔继续画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走着走着，就孩子也慢慢走回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也慢慢找到我自己人生的意义。那走着走着，也毕业了，就发现我的人生开始因着赛斯心法的学习，我开始思考，人生是只有吃饭、睡觉、活着吗？我开始思考我人生的意义，因为我这辈子，成为一个女性，我从来没有一直活着，庸庸碌碌活着，一直活在就是这个迷迷糊糊，对，迷迷糊糊，根本从来没有醒过来，没有从来没有过梦想。我从来不知道我可以为自己做什么梦，我可以去追梦，我只是遵循着一个对女性传统的，我是去支持我的父母，去支持我的兄弟，去支持我的先生，支持我的孩子，就是一个跟从者，一个支持者。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成为什么，我要什么。回想从小的志愿，人家说我要当老师，我就跟人家写我要当老师。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是谁，没有想过。可是在整个研究所的学习过程，我一直在思考，我的人生已经55岁了，我如果说我有一些活着的转世，我的人生从现在开始，现在60岁了，现在61了，对，61岁了。好，在50几岁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人生，如果
我现在还活着，我能做些什么？不是只有吃饭睡觉，不是只有活着就好的这一场人生大戏。我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我想要完成些什么？因着赛斯心法的学习，我开始敢想，我敢行动，我敢去做些什么事情。后来接了医学会，我们建构了一个心灵驿站。我也看到这些同学们，他们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入戏太深，走到一半走不下去，他们真的就是有一个很实质的癌症，让他们人生走不下去。于是，在心灵驿站提供了2个月的课程，陪伴他们在人生里面开始去寻找，开始去思考我的人生是怎么走到今天。我的人生是怎么样把自己走到无路可走，再慢慢的把限制性信念打开，再回来慢慢去探寻他们生命真正我想要走的那条路到底在哪里，我人生的那个想要成为的那个样貌到底在哪里。他们开始去思考，于是有了心灵驿站的诞生。那后来也加入了研究的观点，我们想要做一个实证研究，来告诉大家赛斯心法有用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们在这里说说而已，它是有一个可观察、可测量、可被发表的科学证据。所以我们今年6月第1篇以赛斯心法的这些课程，健康的3大定律为基础的这个课程，那也上了期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医学会的第1篇，第2篇会是今年慢性病已经现在目前完成了，准备要投稿了。那第3篇就是许医师的书的自我觉察，我们用在新园丁的培训。那新园丁培训的这个自我觉察，他们经过自我觉察的训练，上课到底自我觉察有没有增加？那我们用人家用过的有一些信效度的这些量表，以及做一些质性的内涵研究，所以这一篇我们在今年年底也会投稿出去。那最近在推一个课程，就是成为赛斯取向的心理师。那这个课程也会进入研究，一个行动研究，到底我们所设计的、所建构的这些赛斯取向的心理治疗理论跟技术，还有包含许医师的临床技术，应用在实习生的身上，这些技术可以被学习，可以被使用吗？这些我们也会在明年把它完成研究，然后投稿期刊。那医学会目前除了心灵驿站，还有在做这些研究。那心灵驿站的部分哈，我想10月30号那天，癌友回娘家，好那个。那罗娜营运长也在现场，所以那天其实有很多的癌友让我们发8月30号吧。哦，8月，好，那个活动其实我自己很感动。好，同学们在说他们现在豁出去的活，他们用跟原来不一样的方式，他们在他们的人生找到它的意义，开始活出他想要活出的样貌。那有一些现在也还在寻寻觅觅。但是我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们原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也可以自我觉察，他们已经知道他并不清楚，并不了解，他开始去展开行动，去找，去发现他自己。那我们心灵驿站已经开到第7期，11月1号，11月初的那个礼拜，我们要开第8期。那第8期，如果您周遭有人需要，或者您本身需要，请把这个讯息告诉他们。那我们这个课程是有补助的，好，那当然有许医师带领的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来陪着大家，在这2个月，除了有专业的医师，还有我们的战医师，还有我们的心理师，还有护理师，是专业证照团队。那还有我们的资深的癌友
包括张玉琪老师跟杨慧兰老师，他们自身的疗愈经验，在这段时间会陪着大家一起来探索自己。是，好，我们谢谢丽娜的分享哈。那徐医师要做结论，刚讲过去30-40年，好，徐医师比较带领大家如何用赛斯心法的智慧，好，赛斯心法里面的概念，帮助大家创造丰盛，帮助大家创造喜悦，帮助大家创造健康，包括很多还有的一个疗愈。那接下来，好，许医师会开始做一个不一样的事。你为什么要健康？你为什么要丰盛？你健康，你可以活到300岁吗？你再丰盛，你死掉的时候可以带走你身边的1毛钱吗？各位，你1毛都带不走，你1根毛都带不走啊！你再怎么快乐喜悦，你会不会离开这个物质实相？你会不会死？好，所以最后徐医师要做的是如何带领大家把所有的健康、丰盛、喜悦，把它淬炼成心灵的智慧，淬炼成灵魂的开悟解脱，淬炼成我们最后走上一个智慧，利己利人利益众生，然后走上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道路。这才是最后赛斯心法的精髓。所以请各位未来拭目以待，许医师跟我们整个基金会怎么样来带领各位走出人类的一条文明的新道路。来，各位，不是只是那些肤浅的心理学，也不是那些科技，科技是自我意识的神通，科技是自我意识的神通，但是你真正心灵的本质呢？你的内在感官呢？你内在真正心灵的潜力打开了没有？而不是只是借由那些外在的物质的科技的显现，在玩自我的游戏跟把戏而已。你要开始认识你真正的本质，打开内在的赛斯心法一直在讲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什么神通，好不好？好，然后一样介绍这本书，孩子没说，但父母该懂。好，每个人好好的看这本书，你会得到非常重要的启发。那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好。